大家好，我是文。大家好，我是大碗。大碗，现在我们在哪里呢？现在我们在一个商场的云南饭馆里。为什么我们在云南饭馆里呢？其实这是一个意外。意外，对对，计划之外的事情。对，就是今天本来我们没有计划来吃一个云南菜，我们本来计划去吃一个西餐，去一个披萨店吃披萨。但是就是当我们到那个披萨店，发现披萨店没有开门，他中午会休息，他要到下午4点半才开门。然后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吃午饭，就很饿，然后我们当时就犹豫，是在那等1个多小时，然后再吃披萨，还是在附近找另外一家饭馆。那就是因为就饿到后面就开始饥不择食。也没有饥不择食。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饥不择食的意思呢，就是形容一个人因为太饿了，所以呢，不管什么吃的东西放在他眼前，他都会去吃，不管这个东西好吃还是不好吃，我们说饥不择食。可是我刚刚觉得你就是有一点呀，因为刚刚文他是怎么样呢？我们进到商场里面，他就每一个店都在进去看有没有吃的，有什么吃的，然后拿着那个软件就在开始查，甚至就是他在查一家就所有的服务员都在睡觉的店，他在查那家店有没有好吃的。我当时走在那个门口，我就说，凭我的直觉，这家店就不会有好吃的，因为他们家的服务员居然都在门口睡觉。而且就是按文平常找东西吃的那个逻辑，他是绝对不会去找一家这样的店的。所以他刚刚每一家只要是能点吃东西的店，他就在想这家店能不能吃东西，就好像就是只要是可以吃的他就会进去吃。我觉得这就有一点饥不择食嘛。然后我就说你不要这么饥不择食，那我们还是再认真找一下有没有就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的饭馆。对，我被大碗吐槽了。他真的就我觉得就很离谱，为什么会随便一家店他有没有吃的我要吃。因为真的很饿，人饿到一定的程度，然后会不开心，快要生气了。对，而且他开始生气的感觉，就是他感觉就是他有点不耐烦，他的情绪有点急躁，他在哪好像都待不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点点你的胃在左右你的情绪，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对，好像我的胃被我的情绪控制住了。所以啊，就是中国人说你要抓住一个人的心，先要抓住他的胃。我们跑得有点远了。也没有啦，因为就是后来我们就上到这个商场的2楼，然后突然间想起来这家云南的饭馆之前我们路过。我当时很惊喜的是这家店它的装修其实还蛮不错的，但是我很惊讶，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商场平常的客流量是不大的，但是那天我很惊讶的是这家餐馆全都是人，所以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这家店有很多人来吃。然后我也记得，对吧？我们就决定进来尝试一下。然后在中国，就是现在我们出来吃饭，我们经常会猜这家店是不是一个预制菜的饭馆。预制菜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吧。预制菜呢，就是它在工厂里做好，然后呢包装好，拿到店里来。那在店里，顾客点完菜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菜加热一下，然后就可以上来给顾客吃了。这样呢就是预制菜。对，就是方便的，就是它有一个中央厨房，它可以把一些东西提前加工好，然后它在它的后厨可能稍微加热一下，或者是把一些配料包呀，然后一些调料呀，就是很快的就可以出炉，就2-3分钟可能就有一道菜。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它是允许的，而且它也是卫生的，对吧？就是干净的，也是干净的，对，它是没有问题的，法律上面也是允许的。但是就是现在中国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话题，就是接不接受预制菜进餐厅。其实因为其实中国人是一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家，所以我们平常出去我们会特意避开预制菜的餐厅。如果我们知道它是预制菜，我们就会觉得说啊，我不想去吃预制菜的餐厅，我们想去吃一家真正有厨师在后厨几乎是从零开始去洗菜，然后备菜，然后炒菜的餐厅。
对，所以刚刚我们一进餐厅，我们就有问服务员说你们家是不是预制菜，然后他们的老板吧，就是有直接跟我们说不是，他们是现炒的。我就觉得这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试一试。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接受预制菜，是因为中国人大部分吃的是炒菜。那炒菜呢，我们很讲究的一个就是锅气，锅气就是它刚炒起来的那个，就是热热的那个味道的那个感觉。我们觉得，我们觉得这个锅气很重要。那如果是预制菜，它去微波炉里加热一下，或者是它再蒸一下，或者是它再回锅再炒一下，它都没有这个锅气，就是没有那个刚炒出来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这样的中国菜是不好吃的。对，就是锅气是中餐的灵魂。我觉得你这个总结的非常好，灵魂。对，如果你没有锅气，然后不是现炒的，其实我们很难说出来锅气到底是什么。但是锅气就是灵魂一样的存在，就是如果没有锅气，没有那个现炒的那种热腾腾的那个东西出来，你吃一道中餐，你一定会觉得少了什么。就从吃货的角度来说吧。大碗刚才说到吃货，吃货就是我们形容一个人非常非常的爱吃东西，然后呢，他很爱吃，我们就会叫这个人吃货。对，然后去旅游啊，然后平常啊，到一个新的地方呀，然后就会想说这里有没有好吃的，然后一到外地就在想说他们当地有什么好吃的，然后看到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想尝一尝。对对对，就是吃货。大碗，你是吃货吗？对，我200%是吃货。那你呢？我在认识你以前，我觉得我是吃货，但是我在认识你之后，我觉得我算不上是一个吃货啊。我觉得我没有到你的这个程度啊。我很爱吃吗？就是我是那种很容易被吃的俘获的人。对，是。然后很多时候常常是你要吃一个东西，我说啊，要吃吗？我饱了，或者是我没有那么想吃。就是我很爱去尝试吃的东西，好不好吃我都想去吃一吃。是。对，那就说回来，就是怎么判断预制菜的餐厅这件事情。第一，你可以问他，你说老板，你们是不是预制菜？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老板说不是。其实我觉得，我还有一点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接受它是预制菜，但是呢，它不可以骗我们说它这个不是预制菜，结果它是预制菜。我可以吃预制菜，但是我要知道它是预制菜。我记得之前你录过一个播客嘛，就是中国的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连锁餐厅，就是一个网红说他们全是预制菜，但是餐厅出来说他们不是预制菜，就是掀起了整个中国对预制菜的一个讨论。大家可以去听一听那期播客，有详细的介绍。就是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个餐厅它是不是预制菜呢？就是第一，你可以问老板，就问他们店里面的人，你们是不是预制菜呀？然后一般可能老板会说我们不是呀。好，这个时候你就看第二点，你听一下他们有没有炒菜的声音，有没有那种非常大型的那个锅哗哗哗的那个声音，还有就是抽油烟机很轰鸣的声音。往往就是如果它的后厨非常的安静，我会认为这个餐厅它可能有预制的这个可能性，因为中国的大厨一定是明火亮灶，就是一定是喜欢用那个大火猛炒。如果他是用电磁炉啊，当然，因为现在有一些商场它是不允许用明火灶的，就是也有可能他会用电磁炉，但是他一定有几个厨师在那儿锅炒。所以的话，就是有没有非常大的火的声音，然后那个抽油烟机的声音，这也是一个点。或者高压锅的声音。第三点就是你看它厨房是不是很大。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像今天我们来的这家云南的饭馆，因为你知道商场的店铺其实很贵，为什么很多人会用预制菜，是因为他想缩小他厨房的大小。因为它可以提高它的利润，对不对？对，因为厨房小了，它可以摆更多的桌子，桌子多了，它就可以接待更多的客户。所以很多厨房很小的餐厅，我觉得是有预制菜的概率是很大的。然后今天我们来的这家云南菜馆，我有观察，它有一半都是厨房，几乎
其实成本很高的事情，就是它牺牲了很多的桌子，而且你知道后厨变大，厨师就要更多，然后包括切菜的小工呀，这些都是人，所以我们今天一来发现啊，他服务员也不少，特别是后厨的帮工也不少，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他们自己在做菜的一个证据。所以就是你怎么判断一家餐厅它是不是预制菜，我觉得从上面几个点你坐下来没多久你就能发现它到底是不是。但是我们也并不是说预制菜就一定不能吃，或者预制菜就不好吃，其实它是一种就是个人的选择。对，就是从我一个吃货的角度来说，我现在更喜欢去没有预制菜，然后是有厨师或者有老板自己在那做饭的小馆子。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是预制菜的话，那我就没有必要出来吃，因为其实出来吃也挺贵的嘛，那我就可以比如说把这个东西买回去自己加热一下，然后就可以吃，对吧？对，然后就是你能感觉到一个餐厅有一个厨师坐在那儿，他给你做饭做菜是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事情。在中国就是烟火气其实是一个就像锅气一样的，菜的灵魂可能是锅气，但是一个餐厅的灵魂就是这种烟火气的感觉，对吧？很重要。在我看来，我非常能理解就是中国人民以食为天这件事情。民以食为天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吃是最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比如说你看我们那天我在网上面看，就看到有人讨论说为什么吃对中国人很重要。我们说去找工作是啥？是找饭碗呀。对对对对对，你给我读了这个你在网上看到的这段话吧。对，就是找工作就是找饭碗，是不是跟吃有关？然后丢了工作呢，我们就说饭碗砸了。对，或饭碗丢了。对，然后呢，如果是找到了一个公务员的工作呢，因为这个工作很稳定嘛，它不会像那个瓷碗一样摔下来就碎了。然后呢，我们就说找到了一个铁饭碗，因为铁摔下来是不会碎的。然后呢，它不会那么的容易丢掉这个工作。我不知道，就是外国人如果来中国工作，或者是他来中国进行一些商务的活动，他们有没有奇怪，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经常可能会邀请他吃饭？没有吧？没有吗？他们没有跟我说过，所以我不知道。看我们视频的人，如果你觉得你很好奇为什么你来中国的时候大家喜欢请你吃饭呢，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对，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平常我们如果要请客户吃饭，比如说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的老板他要请客户吃饭是一件非常正常而且非常就是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多的事情并不是在会议室里面谈的，而是在饭桌上面谈的。然后要喝酒，对吧？对，要喝酒，但是也可能不喝酒。就是吃饭是一件非常就是重要的事情。因为在饭桌上面可能会交流很多细节，或者是一些我们在会议室上面没有办法说的东西，我们会在饭桌上面谈。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以拉近彼此的关系呢？对，因为你跟他吃饭的时候，你可以了解他的喜好，他喜欢吃甜的，还是他喜欢吃辣的，还是他是吃酸的，对不对？就是然后是不是可能就是人在吃饭的时候会比较的放松警惕？对，而且就是会通过聊吃饭可以聊到喜好，聊到爱好，就是因为其实你知道，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不太会聊天的民族，很多就是英文里面说 small talk 这个环节，我们很多大概率是发生在饭桌上面，或者是饭桌上面喝了一点点酒的时候，大家才会放松下来，然后开始聊对方的家庭呀，聊一下工作呀、生活呀。那这个时候，我们才更多的可以去判断，我跟这个公司是不是可以合作，我跟这个商业上面的伙伴能不能有进一步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以前我有一个学生，他会问我说：“老师，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饭馆，他有很多人排队，可能要排1个小时、2个小时。然后呢，就在他的旁边还有另外一个饭馆，这个饭馆呢里面没有人。他说为什么那些排队的人他不去旁边的那个饭馆吃呢？然后他说就是吃饱了就可以啊，为什么要等1-2个小时？我说不是的，我说我们对食物的要求其实很高，我们吃饭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好吃。其实预制菜这个话题当时掀起很大的轰动，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挑战了民以食为天这个文化。因为
在中国就是吃现炒的是一种尊重吧。还是就是我觉得中国菜比较适合现做出来，如果是做出来以后再去加热一下，就不是那么好吃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常常我们的父母会说，我们不要吃隔夜菜。隔夜菜呢，就是前一天做的，然后第二天吃。他们会觉得隔夜菜其实对身体是不太好的，就是不新鲜了嘛，也不健康。所以很多中国人会不太喜欢吃预制菜。其实我是相信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它是安全的，但是我只是说我不太喜欢吃那个预制菜的味道，我还是喜欢吃有锅气的东西。对，就是因为其实预制菜它很多，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全部都做好，然后把它就是冻起来。它还是有很多就是工业化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它有非常高的可能科技啊什么的去速冻呀，或者是因为它的中央厨房它更加能保证它的卫生干净的程度，所以其实预制菜是很多连锁他们喜欢用的方法，因为这样的话其实食品安全他们更可控。对，但就是少了灵魂。连锁爱用预制菜也是可能是因为他们担心每个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然后呢，可能顾客他去不同的店，然后吃到不同的味道，他会觉得你们是一个连锁店，为什么这家店和那家店的味道不一样？可能他们也有这样的担心。所以呢，其实最好的统一这个味道的办法呢，就是在一个工厂做出来，然后呢拿到店里加热。对，而且厨师的成本也很高。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要找到一个好的厨师，我估计是非常难的。就是好的厨师他自己就可以开一家餐厅，或者开一个小饭馆。就是比如说像在我们两广那边，好的厨师是很多人抢的。就是有很多大的老板，他们会有自己的厨师，直接放在他自己的私厨里面，专门招待客户。他可能会花很多钱去养这个厨师。他不会想让他去外面，就是不会放他走。对，不会放他走。就是吃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就是今天就聊一聊民以食为天这件事情，就感慨一下，因为今天我们来吃到这个餐厅真的很好吃。对，然后它主要也是它不是预制菜。其实我们在拍这期播客之前呢，我们还没有想到要聊什么话题。对，然后呢，我们拍着拍着，吃着吃着，我们就有了一个想法，然后要不然我们就聊一聊民以食为天，然后呢，我们聊一聊中国的预制菜。其实我可能说过很多次了，常常有人给我留言说，老师，我能听懂你说的话，但是呢，我出去就听不懂别人说的话。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呀，就是我可以请大碗，然后可以请一些别的朋友来跟我一起拍视频，除了我的汉语以外，你们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汉语。对，因为每个人他有自己关注的东西，比如说第一我是个吃货，第二可能我对一些商业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所以我聊的东西可能就会偏这个方向。那这可能也是一个新的视角。对，是。然后呢，以后呢，我们也可以跟大碗一起聊一聊，比如说中国的职场，然后中国的打工人，中国的牛马。我们的菜已经上了，这个是米线，云南的酸汤米线，很好吃。云南的酸汤米线非常有名。对，然后里面有一点肉末，然后有一点这个木耳，然后这个是青菜，我不知道是什么菜，可能是空心菜吗？有点像豌豆芽。然后这个是米线，然后有一点点辣椒，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对，我觉得呀，你可以去尝试加一下那边的那个薄荷，它那边有薄荷。它有薄荷。对。那我一会儿去加一点。拿这个小碗弄一点米线，然后弄一点薄荷叶，尝一下。然后这个是豆腐，云南的豆腐很有名。对，他们是这种炸的豆腐，然后蘸干的辣椒粉。对，那是嘎抛吗？这个可能是罗勒叶，也可能是柠檬叶、薄荷。可能是薄荷。对，有可能是薄荷。然后有一点点这个辣椒粉。你去过云南吗？我去过云南。你去过云南的哪里？我去过云南的昆明，昆明是他们的省会。
然后我去了建水，建水我好像只是去转车，然后待了几个小时。建水的豆腐很有名，然后云南的豆腐很好吃，所以我就点了一份豆腐。然后呢，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云南菜，叫黑三剁。黑三剁，它这个是叫什么菜来着？我一会儿去网上查一下，我忘了它叫什么菜。这个黑色的，然后呢有猪肉末，然后还有一些红色的辣椒、青色的辣椒，很好吃，很下饭。下饭的意思就是配米饭吃，很适合。下饭。对，就是如果有这个菜的话，我们可以吃下去很多米饭。你尝这个了吗？我尝这个了，很好吃，很好吃。所以可能我们只点了1碗米饭，可能点少了。然后服务员刚才又给我们上了一个柠檬鸡。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叶子应该是柠檬叶，其实做的都很漂亮。那大碗刚才跟我们聊了那么多，民以食为天，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这期视频。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交流的，欢迎你们给我们留言，或者你们想看什么样的视频，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告诉我们。对，然后就拍到这里吧。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再见。云南是有很多酸酸辣辣的小料，比如说他们也有薄荷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2年在中国很有名的调味的东西叫木姜子，它是一种辣辣的香料，然后这2年在中国非常多的菜开始加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小料台。一般小料台就是比如说你去吃粉或者是去吃面店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小料的桌子，然后这个桌子里面有各种各样可以调味的东西。常见的呢就有辣椒啊、辣椒油，然后有葱、有蒜，然后因为这是一家云南的饭馆，所以他们还有一些比较特色的小料。大家不要看大碗平时拍视频的时候不笑，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大碗。